戏里命运把他们狠狠拆散，3年生死不知，一句这一秒你爱过我吗，成了压垮观众的题眼台词。戏外，摄像机还没关，两个人却已经红了耳尖，笑到说不出话。你以为这只是宣传？不。2026年7月30号晚上发生的一件小事，让全网突然意识到，有些人是真的会把角色的感情悄悄带进现实里的。这部剧叫《这一秒过火》，改编自匪我思存的小说《如果这一秒我没遇见你》。故事发生在民国乱世，张凌赫演的慕容清逸本是军阀之子，却在婴儿时期被人抱错，落到养父手上受尽虐待。少年出逃那年，被王楚然演的任素素救下，却也因此害得任家家破人亡。你们不知道的是，这只是开始。多年后重逢，两人暗生情愫，可任素素为了救别人，狠下心假死遁逃，把慕容清逸一个人留在失爱的痛里。3年后，他带着新的名字方木兰回来，身份却变成了他的准大嫂。旧爱变成禁忌，仇恨缠着心动，这才是这部剧真正的杀伤力所在。这个人物设定说白了就是把苦情写到了极致。张凌赫这次一改过去温润高冷的古装形象，化身成一个冷峻偏执还带着危险气息的疯批军阀。预告片里因为幼年被逼吃生肉的片段，一度让不少粉丝心疼到不行，直呼太敬业。而王楚然这边，为了撑起复仇线，剧组给他准备了近100套手工旗袍，光是这份用心，就能看出这部剧在造型上下了多少功夫。而就在同一时间，这部剧的评分却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豆瓣开分只有 5.1，2万多人打分，差评比例高达30%多。很多观众吐槽画面滤镜发黄，镜头对脸太多，质感像短剧。可与此同时，它的播放数据却直接冲到暑期档第1梯队，招商金额破1亿2千万，还是古驰第一次投放国产剧集的广告。海外更夸张，开播4天就拿下8个国家和地区的播放榜第1名，争议和热度撕裂到了极致。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是从7月30号那天晚上开始的。当时正好播到慕容清逸崩溃痛哭的一场戏，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王楚然突然空降弹幕，用角色任素素的口吻打出一句话：“清逸，放过自己吧。”还配了一个默默递纸巾的动作。张凌赫几乎是秒回，撒娇反问：“不应该直接给我擦眼泪吗？”就是这一句话，把整个直播间的情绪瞬间拉了个反转。本来快要掉眼泪的观众，被这句俏皮的反问逗得破涕为笑，弹幕里刷满了眼泪，硬生生被逗回去。这条互动当晚就冲上热搜，成了这个暑假最出圈的剧宣名场面之一。没有人预料到，一句临场发挥的玩笑，比精心设计的宣传物料还要有效10倍。但这只是这对组合制造名场面的冰山一角。剧里两人跳华尔兹的镜头，被观众形容为神仙颜值、顶级仪态、电影质感。3年后重逢在跳同一支舞的那一段，直接把不少人看哭了。雪中告白的戏份更狠，王楚然含泪问出那句“这一秒，你爱过我吗”，成了贯穿全剧的题眼台词。张凌赫用伞遮住表情的那个瞬间，也顺势冲上了热搜。网友直呼：“有什么是我们不能看的？”还有洗手台前的对峙戏，把两人爱恨交织的克制和试探彻底具象化。一句“第一次吻你就是这个味道”，张力拉满。量体裁衣那场戏，则展现出慕容清逸笨拙又认真的占有欲。据说导演在片场都被这段戏磕到了。这些戏份一段接一段，把观众的情绪反复揉搓，根本停不下来。这件事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更有意思的反差。戏里的慕容清逸冷峻偏执，情绪常年濒临崩溃，任素素则隐忍坚韧，两人在爱恨之间反复拉扯。可镜头一停，画风立刻切换。直播连线的时候，两人对视会害羞，会突然笑场，聊起舞蹈动作，还互相调侃对方跳得僵硬。收工之后，两人还会自嘲说，一打开手机，整个人都不好了。粉丝见面会上，张凌赫还曾经公主抱起王楚然，当场转圈，引得全场尖叫。这种戏里拉满张力，戏外拘谨腼腆的反差，成了剧宣阶段最有温度的部分。如果你也觉得这件事不简单，记得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直到多年后，大家才会明白，这种争议中带着爆红的现象，其实并不矛盾。观众骂的是制作粗糙，
护的却是这对组合本身。你可以不喜欢滤镜，不喜欢剪辑节奏，但没办法不被两个演员之间那种真实的化学反应打动。这也是为什么明明评分不高，招商金额和话题度却能双双破纪录。评论区告诉我，你支持谁？是更喜欢戏里那对生死纠葛的慕容清逸和任素素，还是更心动于戏外这对害羞对视、互相拆台的张凌赫和王楚然？说真的，这才是这类古装虐恋剧最厉害的地方。剧本负责撕碎观众的心，演员负责在直播间里把碎片一点点粘回去。一个负责让你哭，一个负责让你笑，缺了任何一环，这场大型情绪拉扯都不会这么成功。有知情人士透露，其实这类剧宣互动本质上依然属于围绕剧情展开的官方营业，每一句对话、每一次同框、每一个小游戏都经过了整体宣传节奏的设计和安排。从行业角度来看，这早已是影视宣传中再正常不过的一部分。然而，有趣的是，即便观众心里明白这一切并非完全偶然，他们依旧愿意相信，愿意投入，甚至甘愿被这些互动再次打动。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因为真正能够触动人的，从来不是活动流程，而是人在镜头前流露出来的真实反应。张凌赫和王楚然在互动时偶尔出现的紧张、害羞、停顿，以及不经意流露出的笑意和默契，都带着一种难以刻意设计的自然感。在这个充满精修、剧本和套路化表达的时代，观众越来越容易识别什么是演出来的，什么又是真实流露的情绪。正因为如此，他们身上那种藏不住的青涩与松弛感，反而显得格外珍贵，也让无数观众愿意反复观看那些短短几分钟的视频，只为了捕捉一个眼神、一抹笑容，甚至一句脱口而出的回答。而就在这样的氛围不断累积之后，另一种现象也悄悄出现了。越来越多观众开始坦言，自己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在喜欢剧中的角色关系，还是在关注戏外这两位演员之间的互动与默契。这条原本应该十分清晰的界限，正在一点一点变得模糊，而恰恰就是这种模糊，成为一部作品能够持续发酵的重要原因。当观众发现演员之间自然流畅的交流与角色之间的情感张力形成了奇妙的呼应时，他们的大脑会不自觉地把两种情绪联系在一起，于是角色的故事开始延伸到现实，而现实中的互动又不断反哺观众对剧情的理解。你以为自己只是追完了一部电视剧，实际上真正让人舍不得离开的是两个人之间那些无法提前排练，也无法完全写进剧本里的默契与化学反应。正因为这些瞬间充满未知和真实，观众才会不断回看、反复讨论，甚至期待下一次公开同框，因为每一次新的互动都有可能让他们重新找回初次追剧时那份心动与惊喜。3点总结一下今天这个故事。第一，这部剧的评分和热度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但这恰恰证明了观众的情绪不完全跟着评分走。第二，那句临场反问不应该直接给我擦眼泪吗？之所以能冲上热搜，是因为它精准地打在了观众最柔软的地方，虐得越狠，笑得越治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慕容清逸和任素素这对角色注定要在命运里痛苦纠缠，可张凌赫和王楚然这两个真实的人，却在镜头之外一点一点把这种痛苦变成了让人上头的甜。这或许才是这一秒过火真正过火的地方。我们下期见。